Hello，大家好。今天我还是想把饲养交流系列的视频继续往下更。其实我除了养鲨鱼蜥以外，还有养很多其他的爬虫。很多粉丝问我，就是说养鲨鱼蜥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鲨鱼蜥的缸，一览无余啊，就是这么个体验，就像养一盆沙一样。但是虽然嘛，这个互动性不高，但是也养了好多年了，基本上平时也不用特别去打理。好的，我们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玉米蛇。那玉米蛇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人工饲养程度比较高的一个物种。它饲养也是比较简单，晚上的这个叫声也非常的多。其实大家都知道，我饲养的话都是以这种造景缸来饲养的，所以我想除了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以外，就想交流一下如何用造景缸去饲养玉米蛇和在饲养过程中的一些技巧。其实玉米蛇的话，它饲养比较简单，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保持一个28度的温度，那人渣盒、爬柜、玻璃缸、木箱然后一个水盆，然后5到6天喂一次卤鼠，其实就可以了。那通过造景缸去饲养的话，那可能会有些许的不一样可以看一下我整体的一个缸我整体的一个造景的话是分为上下2层。为什么用上下2层呢？就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增加一个这个空间的利用率。就是我们考虑做这种饲养井的话，它跟这种光闪井不太一样。饲养井的话，你得考虑就是说就是爬虫在里面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除非你的这个缸特别大这个当我没说。2层的话，上面这一层主要是模拟这种地上的这种环境，这一层是比较干燥的一个层。它的垫材的话，就是用这种落叶和这种一点点的这个松针，还有一个森林地表，这种是非常干燥的，非常干燥的一个垫材。那这一层的话，蛇主要在就是上面这一层去休息或者喝水，或者是就是进食，都是在这一层完成的。那这层的话呢，它也是直接就是对接灯的这个距离比较近，它的温度也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很多人就是会问就是说像这种垫材如果说就是喂卤鼠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误食或怎么样呢？那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们会但是你可以避免，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就是把卤鼠解冻完之后不去擦干净的话，直接放在这里去喂，那它肯定会裹着一层就这个土这些木屑这种。那如果你给它擦干净了，或者拿一个盘，就是放在盘里面去喂这个的话就不会有进食，就是这误食这种情况。像我一般喂食的话，我就是拿一个小塑料碗，就是放上卤鼠，然后它蛇会自己过来吃。我这个缸里有养了2条蛇，它们进食的话也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放在那边它们自己会去吃，不用拿着镊子去喂。然后这个躲避的话就放在这一层，那这个是平时蛇躲的地方。现在有一条玉米蛇也躲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可以看到吧，是一条暴风雪直线这条是雪盲，另外一条是直线，影直线。
这条血盲是公的啊，你看它就是平时都躲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它休息的地方，非常相对来说非常的安逸，我们把它放回去。然后下面这一层呢，其实是模拟是一个地下的一个洞穴的一个这样一个环境。其实，这层的话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潮湿的一层，植物也是长在这层的。这个垫材的话，主要就是落叶还有这个土，有椰土和这种普通的这种种植土混合的。这层湿度比较大一些。这个蛇的话，一般来讲就是，平时就除了吃饭或者是睡觉，只有在排泄的时候会到这一层，然后去定点的排泄。那可能说到排泄，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是用造景缸去养，那排泄的话，是不是特别难去清理？其实呢，看你怎么去做。像我这个，养这么多年，其实我没有清理几次这个它的排泄物，然后垫材其实也从来没换过。那主要是靠什么去清洁这个排泄物呢？就是靠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神器，这也推荐给大家，就是鼠腹。对，就是鼠腹，就是很多雨林缸他们也会用到这个东西。它鼠腹的话，它是可以以蛇的这些排泄物为食，然后它可以去清理排泄物，然后从而就是说可以减少或者说免去你铲屎的这个次数。所以我这里其实养了很多鼠腹，但是它都藏在叶子底下，基本上是不太容易能看见的。养鼠腹的话，其实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的环境里一定要有土，就像这种野土啊，或者是种植土都可以。你没有土的环境，其实鼠腹是很难生长还有繁殖的。这里有一只，应该是出生的，繁殖刚出生不久的一个鼠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包括落叶和土，它才能正常的去繁殖。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要有湿度，因为大部分鼠腹对湿度都是有要求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干燥的环境，或者是像刚才这种沙漠的这种环境，那鼠腹是根本是存活不了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要有它的食物，就是要有鼠腹的食物，比如说落叶，比如说就是有排泄物这种。第四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缸里养的这个东西它必须是不以这种昆虫为食的。比如说，如果你养的是那种小型的蜥蜴，它本身就会去吃这个鼠腹的话，那其实可能你鼠腹根本就是繁殖速度也跟不上。就是还没有清洁完，它就已经吃完了。所以鼠腹是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去做这种造景缸的时候去用的，是懒人的福音。另外，其实这里下面可以看到已经有蛇筑巢的一个痕迹。不是说蛇都待在上层嘛，基本不待在下层嘛。因为我这缸里有2条蛇，刚才说过，就是还有一条母蛇。还有一种情况呢，蛇是可以，就是会向往这种比较湿润的这种环境。大家可以猜到，就是繁殖。其实这个巢穴里面已经有这个蛋了，可以看到。那大家可以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就这些白色的在巢穴里面呢，其实就是它生下的蛋。其实在母蛇在生蛋的时候，它会选择一个比较湿润的一个环境，然后生下这些蛋。生完蛋之后呢，这个母蛇它
只会守在这个蛋的附近，它除了喝水，以外才会上去到这个水盆里去喝水，其他时间的话就基本都是在这个蛋的附近一直守着，特别有意思。然后这个只要温度合适的话，其实是想让它去自然孵化的，因为我们室温的话，其实基本就是在25度以上，包括夏天，其实温度也比较高，就想让它自然孵化。然后母蛇就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一点白色的一个痕迹啊。这母蛇的年纪也是比较大的，也养了非常久。然后这个巢穴是它自己做出来的，我们可以把它遮住一些。玻璃缸的话，其实我感觉，相比于这种养蜥蜴来说，它更适合养蛇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玻璃缸它本身是比较通风的，可以看到我上面是这种铁丝网的话是相对比较通风的。但是它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保温性非常的差。它保温性差呢，就是一般的蛇类它对温度要求不高，所以通风的环境也有利于健康。但是很多的蜥蜴它对温度、对这个晒点是有要求的。那玻璃缸的话要达到这个温度，其实它尤其是在这种冬天没有暖气的这种环境，无论是用灯还是用这种爬房的整体加热，它都是非常的耗电的。所以我在冬天呢，就是不会让这个玉米蛇自行的冬眠，除非天气非常冷，我才会对房间做一个整体的加热。一般情况下呢，就保留一个日灯，然后夜晚的话，其实也不会做任何的加热，省钱省力的同时呢，也能保证它的一个发情。当然，就是说冬眠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要选择健康的个体，确保不要在冬眠的时候出现任何悲剧所以还是建议在一个健康且强壮的个体的前提下，否则如果你强制冬眠这个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可别赖我。夏天的话，因为是南方，我们在南方的话，所以就是灯其实也不怎么开，就会放一个这样的一个LED 的灯。这个灯其实不是给蛇用的，蛇是不用这个 LED 灯的。这个灯主要是给这个植物用的，这个爬山虎用的，然后确保它能正常的一个生长。本期的话主要就是分享给大家这些内容。大家如果也是喜欢造景，然后喜欢用造景的这种环境呢去饲养一些爬虫的话，大家可以互相做一个交流。好的，感谢大家支持记得给个1键3连，给 UP 主一些动力，感谢大家。